大家好，我是胶东小王。看这个美博的空调，看空调的管路，细管结霜，粗管不结霜。这种情况，如果是空调的话，一般都是空调缺氟了。缺到什么程度细管结霜呢？看压力的话，这个是22的冷媒，如果压力在2个多压左右，细管会结霜，粗管不良。如果缺到剩1个压，那么细管也不会结霜了。所以，如果是空调出现细管结霜、粗管不良的情况，一般是缺氟缺了不到1半左右，正好到2到3个压，这个时候细管正好结霜。为什么结霜呢？如果冷媒充足的话，这个地方冷媒是液体循环的，液体进管道以后，因为没有喷发空间，所以它不会蒸发，也不会结霜。到了室内机以后，有喷发空间了，在室内机制冷，但是缺氟了以后，正好缺了大约1半，冷媒到这个地方就直接气化了，因为它冷媒的量不够，不是液体循环，到这个地方变成气体了，所以直接气化。气化以后，这个细管它就结霜了，一直能结到室内机，时间长了还会慢慢结到粗管。如果它室内机特别脏的情况下，这样空调的制冷效果就不好，吹出来风只有一点微微的凉气，而且转时间长了，压缩机很容易过热保护，因为粗管不良嘛，压缩机得不到降温，所以压缩机就过热保护了。一旦过热保护，细管的霜也会缺化，所以遇到细管结霜的90%以上都是缺氟了。最好是查找一下漏点，如果不查漏点直接加氟的话，可能会用不长时间，还会犯同样的问题。很多网友可能不知道啊，看室外机有个大风扇在散热，他以为是除了给冷凝器散热还给压缩机散热，其实不对的，它只给外边的冷凝器散热，压缩机并不需要风扇散热。拆开外机以后，大家可以看到风扇和压缩机之间有个隔板挡死了，挡得死死的，就是为了专门给冷凝器散热。压缩机散热靠什么呢？就是靠空调的回气管。这个回气管正常不缺氟的情况下特别凉，这是利用剩余的液态冷媒给压缩机降温。这个冷媒到了压缩机的储液罐就喷发了，进行制冷，储液罐也会特别凉，结水珠，然后通过回气管到压缩机，把压缩机的冷量带走，这样压缩机就不会过热保护，从内部把压缩机的温度给降了下来，并不是通过外面的风扇给降温的，这一点大家要注意。一旦缺氟以后，压缩机基本上转半个小时就会过热保护，反复过热保护以后3-2天，压缩机很容易烧。因为压缩机过热以后，冷冻油就会气化，气化随着冷媒喷到管道中，时间长了造成压缩机缺冷冻油，缺了冷冻油就容易卡杆。当压缩机卡杆了，你拆开管道以后会发现管道中全是冷冻油，那种情况即使压缩机没完全卡死，寿命也不行了，需要补加冷冻油，然后加上氟，压缩机才用得住。所以空调缺氟对压缩机的寿命影响很大，大部分压缩机损坏都是因为缺氟造成的。这个是 R22的冷媒比较安全，如果是 R32的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，必须找到漏点，然后抽真空把氟加上，如果不找到漏点的话，很容易发生爆炸的危险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